姐姐，嫔妃这个位子是我的。姐姐，我苦劝多次，你怎么还是穿了这种轻浮衣裳？放肆！选秀大典竟敢如此轻浮失德，秽乱宫闱！来人，将此等贱婢拖下去，当场溺毙！太后，臣女冤枉，是他故意的。沈玉音，你不得好死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姐姐，安心去死吧。放开！我隐忍退让了半辈子，却换来庶妹的踩踏上位和惨死水底的下场。若有来生，我必化作修罗，将你们一一拖入地狱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选秀这天。看来我命不该绝，沈玉音，我必让你百倍偿还。算算时间，沈玉音要来了。姐姐跳绿腰，我为你舞剑可好？好啊。谢谢姐姐，妹妹先出去准备了。上一世你用一把剑断了我的生路，这一世我定要让你自食恶果。下一位，光禄寺少卿沈重门之女沈恒、沈玉音。姐姐，咱们这就开始吧。启奏皇上，太后娘娘，庶妹沈玉音被奸人蒙蔽，手持利器，意图行刺皇上和太后。臣女身为长姐，管教无方，请太后和皇上降罪。太后，臣女冤枉啊！臣女只是在表演，一定是长姐失心疯了，求皇上太后明察秋毫。沈恒，你说沈玉音行刺，可有什么凭证？太后娘娘容禀，臣女要告的正是庶妹沈玉音手中那柄剑。这剑是我从小坊司借的，这是寻常器具。姐姐，你就算嫉妒我，也不能如此污蔑啊！寻常舞剑用的器具根本就不会开刃，你这把剑剑刃雪亮，不说削铁如泥，可砍人杀人却绰绰有余。请太后娘娘命人查验，看看它究竟是未开刃的舞剑，还是已经开了刃能杀人的利器。查。回皇上，此剑确已开刃，锋利程度不下于军中刀剑，稍有不慎便会伤人性命。皇上明哲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这把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是，可教坊司的剑都是没开刃的，宫中除了皇帝亲卫，谁也不能携带武器进宫。这把剑确实存在蹊跷。姐姐，你帮我说句话。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单纯善良，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死，怎么会害人？我只是想替你助兴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是啊，一笔写不出两个神字。御前行刺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不管是出于血脉亲缘，还是我的贤德名声，我必须出言相助。皇上，太后明鉴。沈玉音身为臣女的庶妹，在府中被父亲和姨娘宠坏了，性子骄纵，但御前行刺的事肯定是不敢做的，必有奸人蒙蔽，求皇上太后给她一个清白。教坊司的剑是谁经手解除的？顺着这条线查下去，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就是柳姨娘在教坊司的手帕交和女官。怎么，下哑了？还是说要朕再问一遍？回陛下。臣妾的妹妹不知情，但臣妾的姨娘应该是知情的。也罢，但你妹妹死罪可免，
活罪难逃。拖下去吧。太后娘娘饶命！陈玉真的不知情，第二是沈恒嫉妒我故意陷害，他故意穿成那样，蓄意勾引皇上。太后娘娘，您看他穿的什么衣裳？20年前，臣女母亲穿着这件舞衣，在慈圣太后的千秋宴上献舞一支。慈圣太后亲口夸赞，说这舞衣配色清雅，端庄大方。臣女斗胆穿母亲旧衣，是想效仿母亲，为太后献上一支绿腰舞。若有不妥之处，请太后责罚。慈圣太后是当今太后的婆母，是皇上的亲祖母，故去已久，余威仍在。舞还没跳，已经演了一出好戏。母后，这沈家姐妹着实有趣，不如都留下吧，给这枯燥的宫禁也添一丝生机。沈家嫡长女沈恒能不徇私情，大义灭凶，封为贵人，赐聪号昭。至于沈玉音，哀家就卖沈家一个面子，封其为末等官女子，日日诵经赎罪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是官女子？我应该是宠妃。臣妾沈浑叩谢天恩浩荡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中选秀女，可出宫回家一日，与家人拜别，收拾行当。明日未时，入宫觐见。臣妾遵旨。黑了心肝的东西！玉音可是你亲妹妹啊，你怎么能狠心把她往火坑里推？她从小乖巧懂事，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死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老爷啊，我苦命的玉音啊，一个人被关在那种鬼地方，宫里的嬷嬷手黑心狠，她怎么受得了啊？姨娘哭什么？玉音封了官女子，位分虽低，但好歹也是天家的恩典。你这样哭丧着脸，大呼小叫，岂不是在嫌弃皇上和太后的旨意？老爷，你听听，官女子听着好听，连主子都算不上，还得伺候娘娘们洗脸洗脚。玉音从小娇宠，哪里受得了这样的苦啊？沈恒，你这个逆女！现在立刻滚去宫里，跟太后娘娘说一切都是误会，不过是些小事，你非要闹得鸡犬不宁。你想让整个沈家都沦为京城的笑柄吗？沦为笑柄？我娘去世不过1天，父亲就要抬一个妾室为正妻，被满朝文武弹劾，父亲不觉得是笑柄。如今女儿在御前九死一生，自保成功，还封了本次选秀位辈最高的昭贵人。父亲却觉得女儿让沈家沦为了笑柄，是在质疑皇上和太后的决定吗？你得意什么？封了个贵人有什么了不起？等玉云出来，她一定比你更得宠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死！那就下去陪我娘吧。你杀人了！你这个孽障！你疯了！放心吧，他没事，只是晕过去了。爹爹，女儿是皇家亲自册封的昭贵人，有封号有品级，是正正经经的主子。今日我只是贵人，但日后我还会是昭嫔、昭妃，甚至是昭贵妃。爹爹，百年勋贵的沈家一直在走下坡路，有多久没出过能够在朝堂后宫呼风唤雨的人了？您确定要为了一个私自窥探宫闱，最终畏罪自杀的女人来为难您注定凤享9天，能给沈家带来无上荣光的亲女儿吗？
柳氏私自结交宫闱，打探宫中密事，有负天恩，今夜畏罪自。爹爹明察秋毫，女儿佩服。只是明日入宫需用些银钱，不知爹爹可愿资助10万两银票，全当是为女儿铺一条青云路。好，为父这就去库房给你取。主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太后娘娘刚去大慈恩寺礼佛7日，二小姐她竟莫名得了皇上亲眼成了连贵人。她还把您原本安排好的宫使占了，把您赶到这破败漏水的玉华宫，这算哪门子规矩？哟，昭贵人这儿可真是节制啊！你来干什么？连贵人说新宫室要重新布置，人手不够。您这玉华宫伺候的人多，借几个使使，想必昭贵人不会小气吧？你放肆！我们主子也是贵人，凭什么让你们连贵人差遣？昭贵人，连贵人吩咐您这几日身子不适，不宜荤腥，让奴婢送清淡饮食来。这是给人吃的吗？这是猪食！我要去内务府告你们！宫里分例定好的，昭贵人若觉不妥，尽管去内务府说理。哼，我们走。小姐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内务府搞他们。主子，内务府那群狗奴才，我敲破了门，他们装听不见。太后还有5天才回宫，5天休不了饭菜，吃不下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怎么活？别慌，我有办法。沈玉英一个刚封的贵人，手伸不到这么长，下人敢明目张胆欺压有封号的贵人，背后一定有人撑着。谁啊？眼下宫里并无高位妃嫔，只有一个人能给沈玉英借力，那就是皇上。皇上？对，皇上这是要借沈玉英的手，逼我走投无路去找他。沈恒，你知不知道朕找你干什么？杀太后是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离间天家母子是这么，朕能杀了你。皇上不仅没有杀嫔妾，反而一直施恩于嫔妾呢。哦，朕怎么不知？皇上固然借嫔妾的手拔了和女官这颗钉子，可是嫔妾也借皇上的手半除掉了庶妹家里的柳姨娘，这怎么不算是一种皇恩浩荡呢？沈恒，朕还是小看你了。你这样的聪明人，不做赔本买卖，
怎么会甘愿替一个傀儡帝王去杀一个手握大权的太后娘娘呢？你想杀太后，就凭你一个刚进宫3日的贵人，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参与到天家母子之间的争争中来？凭我能看透皇上的心思，凭我敢在选秀大典上反咬一口。皇上需要一把刀，一把足够锋利、足够狠毒且不怕死的刀，而我正是这把刀。刀若太锋利，可是会伤到主人的。那就要看主人的手腕够不够硬了。皇上登基以来，太后垂帘听政，处处压制。和女官不过是太后放在皇上身边的一条，皇上借我的手除掉了她，不就是在试探我的胆识吗？皇上现在还在担心什么？你很聪明，但聪明人往往没得最快。你既然知道朕在试探你，为何还要乖乖上钩？因为我别无选择。我也需要皇上这把大伞来遮风挡雨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借皇上的手除掉了家里的柳姨娘，我们之间是互惠互利。柳姨娘，一个妾室而已，也值得你费尽心思。她不仅是个妾室，她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，而指使她这么做的正是太后。太后，这倒是稀奇。太后为何要针对你的生母？因为嫉妒。当年慈圣太后极为喜欢我娘，我娘感念她的恩情，才在寿宴上跳绿腰，为这个要强的老太太长脸。可先皇看上了我娘，不想娶崔家女崔琳兰为皇后，想娶我娘。原来如此，崔琳兰也就是当今太后，自然容不下你娘。我娘不愿入宫，嫁给了我父亲沈承文。可崔琳兰成了太后之后，嫉恨未强，她赐了一个风情万种、最会惹是生非的柳姓宫女给我父亲，也就是柳姨娘。柳姨娘一直整治我娘，最后更是以太后的名义强行灌下了一碗东西，导致我娘……这些陈年旧事，你一个深闺女子，从何得知？我做了一个很长、很真实的梦。太后娘娘，莲妃沈玉音最近在宫里闹得有些不像话了，要不要老奴去敲打敲打？他母亲柳氏有功劳，哀家便容得下他闹腾。娘娘圣明。当年在慈圣太后面前跳舞的女人和她女儿沈恒，如今已经也是柳氏和莲妃办事得力，我们甚至没帮什么忙，就将2个不确定的因素拒掉了。哀家想让谁上谁就能上，其他的都在下面待着吧。所以，你入宫就是为了复仇？是。太后不离开我心难安。皇上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你很有胆识，也够狠，但你要知道，对付太后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。我不怕，只要能和太后一起走，我粉身碎骨又何妨？太后从来都是不惜我的，开刃的舞剑也是太后主动授意和女官给淑梅用，只是他们都没想到我敢当场揭发，更没想到皇上会借题发挥。太后顺势封我为昭贵人，表面上是褒奖我果敢能干，实则是把我圈进这座宫墙里，以待发落。像他这种人，从不做会吃亏的事情。宫里消失一个人，比外面容易得多。太后在这座皇宫里经营了10几年，她要一个人消失不见，比吹口气还简单。
等太后回宫后，我会很惨。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，所以，即便皇上不召见我，我也得想办法来见皇上。皇上，嫔妾和您才是真正的志同道合。回去吧，以后朕会专宠莲贵人沈玉音，引导她去做不敬太后之事，而你必须统击沈玉音，去维护太后脸面。只有这样，朕这位嫡母才会看到你存在的价值。当然，你也必须让朕看到你存在的价值。嫔妾遵命。太后娘娘回宫，感念后宫新晋佳丽，特命各位小主在佛堂抄写佛经，为天下祈福。就这点字，我一个上午就能抄完。昭贵人，太后娘娘旨意，这全本10数万字，须得抄完后才能离殿饮食，您可要抓紧了。嫔妾遵旨，定当尽心竭力为天下祈福，不负太后娘娘恩典。哎呀，姐姐，这可怎么好？这么多字，姐姐怕是要在佛堂里安家了。妹妹可帮不了你。妹妹有心了，各自修行，不敢劳烦。这沈家的嫡女倒是个沉得住气的，柳氏折损在她手里不算远，只是不知她这骨头能硬到几时。奴才给各位小主请安了，莲贵人可在？皇上口谕说御花园的芍药开得正好，特请莲贵人去御花园赏花呢。真的？皇上叫我去赏花？千真万确，轿辇都在外头候着了。莲贵人，快请吧，别让皇上等急了。姐姐，我还差一些没抄完，你替我抄了吧。反正抄7天也是抄，不差那点时间哦。以前在沈府，你不也是经常替我写字绣花吗？如今在宫里，也当尽一尽做姐姐的本分。妹妹此言差矣，太后娘娘是长辈，更是后宫之主，身为妃嫔，理应先完成太后的吩咐。妹妹还是抄完了再去赏花，皇上想来也能体谅妹妹的孝心。盛恒，你少拿太后娘娘来压我！皇上召我，那是皇恩浩荡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教训我？哼！高婆婆，我们走。这奴才在。妹妹，不可不敬太后娘娘！你给我让开，好狗不当道！放肆！佛门清净地，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
意的，是他自己，是姐姐她自己摔下去的，不关嫔妾的事。莲贵人，御花园的芍药不等人，皇上既召你，便去吧。谢太后娘娘恩典，嫔妾告退。贵人骨头已接好，但这伤筋动骨100天，右臂近期切不可再用力了。多谢太医。嫔妾殿前失仪，惊扰太后娘娘，罪该万死。起来吧，赐座。这茬不对劲。且慢，女孩子身子娇贵，凉茶伤胃。红菱，给昭贵人换一碗热的来。昭贵人，你今日做得很好。太后娘娘教导，嫔妾不敢忘。嫔妾只知太后娘娘乃后宫之主，谁若不敬太后，便是嫔妾的死敌。好一个忠心护主的昭贵人！既然右手伤了，这经书就免了吧。回谢太后娘娘隆恩，养着。皇上，您看这花好看吗？太后娘娘好生无趣，非要我们抄什么经，手都酸死了。还是皇上心疼臣妾。朕的爱妃，自然不该受那等苦楚。有朕在，这后宫没人能委屈你。那是自然。那个沈恒还敢拿太后压我，简直是不自量力。是啊，不自量力。这花开的倒好，这颜色，这香气，真是极品。我是莲洁玉，这莲花与我有缘。奴才给莲洁玉娘娘请安，娘娘真是好眼光，这可是外地进贡来的金莲花，极其珍贵。既然珍贵，为何放在这里无人看闪？娘娘，这莲花为娘娘您而开，何该搬到您宫里？您要是把这仙气福气分享给皇上和太后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你这奴才倒是个会说话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搬2盆到本宫的玉华宫去。本宫要用这花做些油炸花糕，给皇上和太后尝尝，也算是借花献佛了。娘娘圣明，奴才这就让人给娘娘搬过去。高公公，你替本宫将这盒花糕送给太后娘娘，就说这是本宫亲手制作，借花献佛，孝敬娘娘的。娘娘放心，奴才一定送到。奴才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这是莲洁玉娘娘亲手制作的花糕，说是借花献佛，特意送来孝敬娘娘的。莲洁玉，她倒是有心了，呈上来看看。借花献佛，好一个借花献佛！这分明是哀家供奉在佛前的金莲花。是不是以为上次哀家不罚他，他就以为他的面子大，竟敢一而再再而三在哀家头上蹦跶？传莲洁玉觐见。是。传太后娘娘口谕，宣莲洁玉即刻觐见。嫔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那花糕是嫔妾亲手外制的，仿佛沾上了几分仙气。太后娘娘可尝了？这是佛前供奉的金莲花，哀家没有那么大的福气，也受不起你和皇帝这份孝心。太后娘娘，嫔妾真的只是想孝顺你。红兰，莲贵人太过贪嘴，毁了佛前金莲，
赐他1丈红。是，娘娘。太后娘娘饶命，嫔妾知错了。住手！皇上救救嫔妾！沈玉音正在沈玉音，嫔妾只是想做些花糕孝敬太后，嫔妾不知道那花不沾，嫔妾真的不知道。母后，玉音年纪小，入宫时日尚短，宫里的规矩一时学不全也是有的。她摘花做糕点确实不妥，但本心是好的，不过是想孝敬母后罢了。皇上觉得一声不吭把哀家供奉在佛前的金莲摘了，是孝敬。他不知者不罪，母后何必跟一个小姑娘计较？母后说的是，莲贵人冒犯佛祖这个罪过不能不赎。既说长姐如母，那就由昭贵人替她赎了吧。姐姐从小就替我受罚的，她愿意的。红莲，去把沈恒找来。是，娘娘。嫔妾知道，皇上一直不喜嫔妾，从选秀那日起，嫌弃嫔妾无事生非，后来又因为偏宠妹妹，觉得嫔妾呆板无趣，生性狭小，这些嫔妾都没有怨言。可是皇上怎能如此偏心呢？若不是有太后娘娘护着，嫔妾在这宫里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搬去漏雨的御华宫，冷饭馊菜，不朽屋顶，这些嫔妾都能忍。嫔妾愿意消去封号，带发修行，永居慈宁宫侍奉太后娘娘。嫔妾不求恩宠，只求一条活路，求太后娘娘收留。好，沈环既如此大逆不道，眼中只有太后，那也不必做朕的妃嫔了，留在慈宁宫当姑子吧。好孩子，起来吧。哀家虽然老了，护住你一个弱女子还是做得到的。皇上和莲贵人那边你不用担心，只要是在慈宁宫，就没人能欺负到你头上。太后娘娘大恩，多谢太后娘娘救命之恩，嫔妾今后为太后娘娘马首是瞻。红兰，去给昭贵人收拾一间上好的厢房出来。是，太后娘娘。小主，夜深了，外头下着雨，早些安歇吧。你退下吧，今夜不用你值夜了，我自己睡。速速动手，杀太后，勿忘圣恩。不对，这是慈宁宫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难道说，凤栖坛只有在佛前才能供奉的香？能自由进出这里的只有3个人：太后、红菱姑姑，还有我。原来如此，这是太后对我的又一次试探。她想看看，如果皇上真的逼我动手，我是听皇上的，还是会对他绝对忠诚。既然太后娘娘想看戏，那我就陪你演一出好戏。昭贵人，大半夜的，你这般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娘娘，嫔妾方才准备就寝，竟在枕头底下发现了这包毒药和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让嫔妾速速动手杀你。
好了，昭贵人，瞧你这孩子吓成这样，衣衫不整，还光着脚，像什么样子？先起来说话吧。太后娘娘对嫔妾恩重如山，不仅救嫔妾于水火，还让嫔妾在慈宁宫安身。嫔妾绝对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嫔妾誓死保卫您的安全。无论是谁想要害你，嫔妾宁可粉身碎骨，也绝不让他们动你一根头发。好孩子，吓坏了吧？快起来，地上凉。娘娘，嫔妾害怕，这宫里竟然有人敢把毒药放到嫔妾的枕下，太可怕了。有哀家在，没人能伤得了你。恒儿，你果然是个忠孝纯善、忠于哀家的好姑娘。你的心意，哀家看到了。嫔妾的命都是娘娘的，唯有对娘娘尽忠，才是嫔妾活下去的唯一指望。好，很好。红兰，带昭贵人回去换身干净衣裳，别着凉了。今夜的事不许对外走漏半点风声。是，昭贵人，请随奴婢来。娘娘，这虾仁鲜嫩，您尝尝。皇上驾到！儿子给母后请安，母后今日的胃口似乎不错。皇上怎么有空来哀家这里用膳？你那千娇百媚的连婕妤今日没缠着你？连婕妤再好，也不如陪母后尽孝重要。母后，您怎么敢用这种笨人伺候用膳？连婕妤可是时常在朕耳边抱怨，说她这个姐姐笨手笨脚，万一打翻了汤碗烫着你，那可如何是好？再笨的人，在哀家的慈宁宫里也能调养成仙女，反倒是再聪慧的人，若是皇上一味的宠溺下去，也只会变成蠢货，屡次冲撞哀家而不自知。母后说的是，不过希望她别忘了朕的乾景宫。朕想起来还有奏折没批，就不打扰母后用膳了。哼，恒儿，别理他，换双筷子，继续给哀家布菜。是，娘娘。朕以为你今晚不会来了。陛下今早特意来慈宁宫找嫔妾，不就是想再见嫔妾一面吗？朕以为你在慈宁宫住习惯了，反而看不上我这乾清宫的景色。陛下多虑了，嫔妾不过是遵从陛下的安排，嫔妾的心一直是站在陛下这一边的。哦，是吗？那朕倒想问问，你何时动手呢？陛下没有旨意，嫔家不敢擅自行动。你倒是听话。那如果我让你今晚便动手呢？陛下，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报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太后娘娘她突发头疾，卧床不起了。什么？天助朕也，真是天助朕也！走，去看看朕的好太后身体如何了。这突发头疾，真是老天开眼，恶有恶报，活该！糟糕，最是无情帝王家，鸟尽弓藏的道理，可是连小孩子都知道的，该怎么办？哦，你是说昭贵人主动要求照顾太后，甚至辞去妃位，主动出家了？是的，今天早上昭贵人就已经搬到慈宁宫了。
动作真快啊！太后娘娘，来，喝药了。太后娘娘，您得喝药呀！您不喝药，皇上怎么能安心？我怎么能安心呢？太后娘娘，您还记得多年前同样在殿前跳绿妖的那个宫女吗？那是我娘，当年就因为先皇多看了一眼，您就嫉恨了她半辈子，还派柳姨娘入府夺走了她的一切。您明白了是不是？那些陈年往事，我全都知道。太后娘娘别着急，您得好好养病，您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娘，您看到了吗？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娘，您可以安息了。主子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不成？连剑玉他……沈玉音，她怎么了？连洁玉怀孕了，太医诊出来的，她现在正在大肆宣扬呢，而且皇上说马上就要去延禧宫见她。娘娘，您笑什么？她能怀孕就是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。走，咱们也去延禧宫。为什么？帮陛下做一个顺水推舟。哟，姐姐，你来了。姐姐，看见我如今这般风光，你是不是很失望啊？你以为你得了太后恩重就能争得过我？可惜啊，连老天爷都在帮我。姐姐，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？如今这满后宫只有我一人怀有身孕，皇上对我可谓是宠爱有加。为了我肚子里的龙种，连太后中风的事情都不管了，要亲自来看我哎！哼，姐姐，你猜猜看，等我诞下这皇长子，皇上会不会直接封他为太子？母凭子贵，皇上又会不会立我为后呢？到时候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在我面前可就连提鞋都不配了。不过呢，我也不是那种不念旧情的人，好歹你从小在沈府伺候我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现在跪下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就大发慈悲，收留你在我宫里做个洗脚皮。好歹这也是一条活路，对不对？还是宫宴上那番蠢话。沈玉音，你除了会让人跪下做洗脚妹，就想不出别的词了吗？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不要命了吗？玉音，我突然觉得你真的好可怜。你说什么？我怀着龙嗣，即将成为皇后，你敢说我可怜？沈恒，你是不是嫉妒我嫉妒疯了？从小到大，你真是一点脑子都不长。你仔细想想，你嘴里说的那些嚣张跋扈的话，哪一句不是柳姨娘教你的？你做的每一件事，哪一件不是柳姨娘在背后给你支的招？你就像个提线木偶，没有了柳姨娘，你就是个一无是处的蠢货。那又怎样？我娘聪明绝顶，她护着我，我自然能在这后宫里如鱼得水。你休想挑拨离间，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好娘亲柳姨娘，她已经离开了。你骗我！姨娘那么厉害，她在沈府一手遮天，爹爹那么宠她，她不可能离开她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愚蠢！你以为你在宫里呼风唤雨？你每天就知道皇上长皇上短，沉迷在那些虚无缥缈的荣宠里不可自拔。你的风光，你引以为傲的所谓龙嗣，你以为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？你闭嘴！你从来都没用脑子想过，这些馅饼是谁扔给你的？别人给你这些，又要拿你什么东西来换？你被人当成了靶子，当成了对付太后的刀，你还在沾沾自喜。
沈恒，你闭嘴！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又怎样？就算我娘离开了，我怀了龙子，这总是真的吧？在这宫里，谁也比不上我。一会儿太医就要来给我请平安脉了，等太医一到，我就告诉他是你言语恶毒，惊扰了我的胎相，冲撞了我的小皇子。只要我的肚子疼一下，皇上就会惩罚你。只有你离开了，我才能安心养胎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你终于来了！沈恒是个扫把星，他的亲娘离开了，太后也中风了，如今更是跑到嫔妾这里，扰得嫔妾心神不宁，肚子里的皇子都害怕了。皇上，您快惩罚他吧！先忍脉。回皇上，说，连洁于腹中并无胎儿，而且连洁于体质特殊，无法怀孕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王月盘，你是老糊涂了吗？你明明之前说我怀的是真龙天子，怎么可能现在就没有了？我不信！皇上，他在撒谎！你快动手！陛下，臣以身家性命担保，绝对没有说过这种话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这宫里的荣宠，从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不是的，你骗人！你骗人！传朕旨意，连结于沈玉音，冲撞太后在前，欺瞒君王在后，此等罪责，天地难容。是白灵以嫔妃之礼厚葬。为什么？皇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对你言听计从啊！你骗了我，骗得我好惨啊！您可有一刻，哪怕就是一瞬间，曾真心爱过嫔妾？皇上，皇上，您说话呀！皇上，你对不起我！皇上，你把沈环当成宝，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他是个冷血的人，你迟早有一天会被他害死的！我在底下等着你们，等着你们！陛下，您听了玉音的话，心里难道就没有半分波澜吗？那是你的本事，朕不喜欢笨人。那陛下打算怎么处置嫔妾？你觉得？嫔妾怎么说也是帮了陛下一个忙，虽然意义不大，但也是嫔妾的一份心意。相信陛下不会太为难嫔妾吧？沈恒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朕向来喜欢聪明人。主子，外面传来确切消息，礼部张贴告示，朝廷要重启大选了。太后中风，朝堂上再没人压得住皇上。这积压了几年的选秀，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，挑一挑天下各方势力的筹码了。主子，这次动静大得多，礼部名册列着各地实权官员带秀嫡女，听说皇上亲自御笔中批，内定高位妃嫔就有7、8个。高门贵女又如何？这后宫战场从来不是看家世，而是看谁的准备够充分。华善，替我梳妆。新的戏台子打好了，我也该做好最后的准备了。是。皇上与连吉于屡次冲撞，哀家恐遭不测，特留此一旨。若哀家有相，天下神明共祝。太后娘娘，这些日子只有嫔妾会来照顾您，如今嫔妾有难，想见您的微我已有。您放心，我一定细心照顾您一辈子。昭贵人终于来了。
沈恒，朕又小看你了。你拿着这份大逆不道的东西来找朕，是想要什么？新妃入宫，个个都是高门贵女，有家世，有靠山。嫔妾跟他们比起来，什么都算不上。所以呢，你怕几个都没见过面的人？等他们站稳了脚跟，第一个要捏的软柿子就是嫔妾。嫔妾若是倒了，太后娘娘病体沉重，谁来替皇上照料？你在威胁朕？这份诏书是嫔妾的护身符，也是给皇上的投名状。皇上若是给了嫔妾体面，这诏书就能烧了；若是不给了，皇上想必也不愿意背上谋害嫡母的昏君骂名吧。哼，沈恒，你是棋子没错，可这满朝文武谁不是棋子？太后是棋子，朕是棋子，连结衣是棋子，那些马上就要入宫的高门贵女，也个个都是棋子。棋子跟棋子的差别在于好不好身份。你知道朕为什么把你晾了一个冬天？皇上想看嫔妾会不会慌，人一慌就会犯错。皇上用的人不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。你倒是看得通透，朕就在这乾清宫里看着你这一个冬天如何沉得住气。嫔妾若沉不住气，今日便不敢拿着这要命的投名状站在皇上面前了。投名状，好一个投名状！沈恒，你胆子真是不小，敢拿太后做买子来威胁朕。嫔妾不敢，嫔妾只是在为皇上分忧，也为自己求一条生路。生路，在这深宫里，只有有用的人才配有生路。你慌了吗？嫔妾若慌了，今晚就不会来。朕的皇后，你猜到是谁了吗？难道不是我沈恒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跟聪明人说话就是输的。沈恒，你是朕肚子里的蛔虫吗？朕晾着你那么久，你还有信心自己是皇后？皇上的心思，嫔妾虽不能尽猜，但也略知一二。这后位除了嫔妃，没人坐得稳。哦，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难道朕就不能选那些马上要入宫的世家贵女？因为嫔妾最懂皇上想要什么，也最清楚皇上忌惮什么。因为嫔妾知道，有了太后这位崔家贵女的前车之鉴，皇上不会立任何一个高门贵女为后。立了高门贵女，朝堂就多一门外戚，等于给自己套一层枷锁。太后垂帘听政这些年，皇上难道还没受够外戚的辖制吗？所以，你认为朕为了避开外戚，就一定会选你？但嫔妾不一样，嫔妾没有外家可倚仗。沈家不过是个没落的勋贵，我父亲那点微末本事和自私信心根本构不成威胁。嫔妾没有退路，只有皇上。没有退路。是，皇上拿捏嫔家比拿捏任何人都顺手，嫔家的荣辱生死全在皇上一念之间。这样的皇后对皇上来说才是最安全的。沈恒，你把自己剖析得如此透彻，将自己所有的弱点都摆在朕面前，就为了换这一个后位？这不仅是换一个后位，更是换一个与皇上并肩而立的资格。嫔妾甚至甘愿做皇帝手中的傀儡。更何况，真正的理由是嫔妾足够聪明，能把那些高门贵女辖制住。他们养在深闺10几年，学的都是琴棋书画、温良俭俭，最厉害的不过是掐几句酸诗，摔几个茶盏。嫔妾不一样，嫔妾是从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他们的花招在嫔妾眼里跟小孩子过家家没什么两样。皇上政务繁重，这后宫的魑魅魍魉，嫔妾自然会替皇上料理得干干净净。沈恒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朕立你为后，也许
不只是因为你有用。沈家嫡长女沈恒，淑慎性诚，勤勉柔顺，着即晋封为皇后，则即日行册封礼。拿着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臣妾叩谢皇上隆恩。起来吧，朕未来的皇后。卧云阁周氏少女周瑶，嫔妾给皇上请安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